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年过年大家都是在哪儿过的？有很多人啊，他们每逢春节的时候就在忙碌的抢票，然后这个赶火车，然后奔波在路上回到家乡。但是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哈，在遵义的一家网吧里面，每天面对着一块屏幕，哪儿也不去。他们啊，不是不想回家，而是有家却不能回，或者有的人干脆就无家可归了。反正家是回不去了嘛，不想回去。6毛钱，网费很便宜嘛，这边上网一天才10几块钱。这是位于遵义的一家6毛网吧，这里100多台机子每天爆满，而这里的顾客基本不是本地人。我重庆的，江西的，我广东的，湖南，特地从重庆到这来的吗？对呀，就奔着这个网吧来。对，就是奔着网吧来的。这家网吧呢，上网只要6毛钱1个小时，太便宜了。对，然后月租呢150，没有热水。在这里呀，很多人都是睡沙发，椅子呢，大家还是轮流去躺一下睡，一天10几块钱就能把自己养活。外边呢是热闹的烟火气，这家网吧里呢却是一张张疲惫的脸。五湖四海的兄弟专门跨越几百公里来这里上网，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当然待了几年的也大有人在。来这里7个月了3、4个月左右，待了4、5年了。你待了4、5年了？对呀，那个在那边那个，他应该是5年了。上了5年。对，那你是住哪呀？我附近租的房子。那你租房多少钱？方便问一下吗？租房，我那个房间有4个房间，400，这边租房很便宜的。100多块钱啊，1个月吗？啊，200块嘛。又不贵。正当我好奇这么便宜的住宿环境时，非常幸运，这位老哥同意了我的参观。比我想象的要好，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大好多。没那么小，大了有点冷。是150一个月，这么大。那你上厕所呢？厕所有一个公共厕所，有个公共厕所，然后那边也可以洗澡是吧？洗澡就是没有这个条件，没热水，没热水的，没有热水。我自己平时我接点凉水，拿那个毛巾自己擦一擦。那你平时洗衣服那些呢？洗衣服在网吧洗，网吧有洗衣机。这个网吧里面有的人啊，是因为输掉了几百万，妻离子散；有的人呢是父母早就走了，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牵挂，就他一个人哈。还有的人因为所干的工作感觉身心疲惫，所以干脆就辞工了。出来之后又不知道去哪儿，干脆就躲在网吧里先休整一下自己。方便问一下你是为什么来这吗？因为有不良嗜好，搞得妻离子散，就这么简单。输了很多钱，600万。反正家是回不去了嘛，因为家人也对我失望，也不想看到我。讲实话，我感觉回去的话，家里人过得可能更不好。那可以说一下你是为什么来这边吗？因为没有钱啊。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吧？对，以前在外面上班，然后也挣不了多少，这里开销比较小的嘛。当我继续深入了解，才发现这里好像并不是堕落的窝，是很多人走投无路时唯一能落脚的避难所。过年他们都不回去吗？过年的话，好多都没家了，回哪儿啊？像那个哥们儿，以前在我们里面饿着呱呱叫，父母都去世了。那个79号，父母也去世了。这里有人误入歧途，输掉积蓄，悔不当初；有人家庭破碎，无处可去；有人暂时被困低谷，在迷茫中找不到重新站起来的勇气。我的母亲也去世了，父亲还在，跟他们的关系都非常一般吧。也在工厂里待过很长时间。对于我来说，在工厂的日子是最黑暗的，我觉得受够了，就是之前的那种生活吧。我都不知道我往下该怎么走了。是有2个选择嘛，一个就是去流浪，一个就是消亡吧。这不是什么劳 A 的那种故事会啊，也不是什么编造出来的故事，就是一些真实的人，他们在真实的角落里用最低的成本撑着活下去。如果你要是了解三和大神，那对这家网吧里的人就不会太陌生。但这些人又明显跟三和大神不太一样，他们的生活和居住还有这个空间也明显改善了不少。三和呀，我再简述一下哈，就是深圳龙华的当年的一个劳务市场，那里聚集了一批做1天玩3天的这种打工者，靠日结度日，把身份证都卖掉来进行换钱活在城市的最底层。这个群体和这个劳务市场后来被改造拆迁，逐渐就消失在这公众的视野里。但那种状态，那种被生活推到墙角，干脆不再挣扎的状态其实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呢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种形式，现在呢又出现在了遵义这家网吧里。但这里的人啊，其实比三河大神要复杂得多。你看第一类就是视频里面讲真正无家可归的人，比如父母不在了，老家没有人了，也没有房子了，过年对他们来说已经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了，甚至比普通的日子更难熬，因为外面全都是鞭炮和团圆的声音。那网吧呢，是现阶段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一个短暂的家，150一个月，有屋顶，有椅子，有网络，有空调，这是他们现在能用最低的成本获取的最好的生存条件了。第二类人群啊，就是人生遭遇了重创，在这里喘口气的人，比如因为赌博输光积蓄的，欠了债跑路的，婚姻破碎之后一无所有的。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打算长期在这里住啊，只是生活可能突然塌了，需要一个落脚点，先缓一缓再说。6毛钱1个小时的成本，给了他们一个先活着再说别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哈。第三类啊，就是主动逃进来的人。你看有些工厂的流水线，那个真的是非常辛苦，而且工作非常的枯燥哈。人在里面工作长期下来，会感觉非常的压抑。有些人的手腕和颈椎啊，也因为长期的这种机械性的劳作，然后落下了一些毛病。现在这些人呢出来了，找不到出路，又不想回去，干脆就先躲进网吧。其实这类人啊，也不是彻底放弃了，也是短暂拒绝那种被机器支配的生活。他们需要的是喘息的时间。还真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工厂的事儿哈，我就看下面网友留言嘛，就很多人就在那说哈，这些人啊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他们就有点像是那种过街老鼠，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然后而且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就说白了就特别颓，然后也不愿意去奋斗。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现在你看这个社会上，其实包吃包住的一些工厂流水线的生活，4、5千块钱的大大的多呀，这样的工作机会，就是说好工作不好找，但是不好的工作特别的多。但其实在这样的评论下面啊，我也看到还有人举出更细节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哈，现在哪怕就是流水线4、5千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有个人就说哈，他说要不是我家是开工厂的，我就相信你说的了。他说我家已经开了10年的工厂了，工资一直都是2000多，包吃包住，而且还是说在长三角的地区，不是说什么偏远的18线县城啊。所以呢，他说对于比方说在我家工厂打工的这些人来说，天天呢就是一直站在流水线上10几个小时，然后到手2000多块钱啊，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要买药再付一点钱，其实真的是就没剩什么，就整个人就跟个陀螺一样，说白了也是跟僵尸一样活着，就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点自己这个闲暇的时间。不要说什么有点精神追求，那更不可能。你哪怕就是说想躺在草地上看看蓝天白云，这样的日子都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说啊，他觉得这个就是开工厂的人，他说他非常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去这个网吧里就这么颓着。对他们来说，还不如在这个网吧里一天10几块钱啊，虽然好像看着不工作，但其实起码还能喘口气，还有闲暇。因为确实像贵州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在工厂打工，应该确实没有太高的收入哈。长三角如果是可能高一点5、6千，那这边可能就差不多要腰斩，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类人啊，就是其实他们好像把这儿当成中转站，就是因为你想这儿特别便宜嘛。但这些人肯定是心里有数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将来肯定还是要出去，就不能就颓在这儿。现在呢，他说他钱不够，计划还没有想好，就先攒一点钱，然后他们也会看招聘信息。你看这视频里面有一个人嘛，他还开始计划写网文了哈。哥在这里找到了人生方向，他决定在这完成儿时的梦想，写小说。现在目前写到了30章，5万多字。我就想把这个小说好好打磨打磨，然后写到300或500章，然后跟平台签约。目前是有这样一个打算，因为签约了有固定的工资。像他这种在网吧写小说的极为罕见。虽然这个网文现在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现在 AI 也都上来，它非常困难啊，但最起码它还是有计划的。反正网吧对这类人来说，应该就是一个临时的跳板哈。而且我觉得不仅是跳板，有点还像一个精神的救赎站。你想要没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低成本可以活着，而且周围都是跟你同样的人，他们可以交流，还可以互相一些慰藉，其实有点像那种互助小组了，对不对？对，不会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就像不少网友留言嘛，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是颓着，起码没有出去干违法乱纪的事儿，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不好的贡献，人只是自己不奋斗了而已。所以这个老板啊，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空间，其实是确实功德无量。
所以你看这4类人共处一室，也各有各的来路哈，各有各的心事儿。但他们其实你看共同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这是他们大概率是他们唯一能待的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了。对，接下来我就想说说这位老板，其实他真的就是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儿哈，就像刚才你讲，老板自己肯定都没想到有人对他这么高的评价。对，这个网吧你看他成这些人的落脚点，很大程度上绝对是因为这个老板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这么便宜的网费，老板能赚钱吗？他又为何一直不涨价？那个时候我说过，我说我一辈子这6毛、9毛、13毛1个小时的网吧一辈子不涨价，但是做不下了，每天都排队。但是这个牛皮吹出去了呀，你说这涨价，他自嘲地说，因为当年吹的牛必须讲诚信，所以至今没涨价。6毛钱1个小时啊！你看这个价格，在今天这个网吧市场，那绝对是个异类。那现在城里的这些网咖呀，其实随便也都是3块5块起步，因为毕竟你有房租啊，还有什么各种用电是吧？还有人工，装修好的10几块的都有。但是你想，6毛钱，就算在贵州遵义这样的一个小地方，那电费也是不便宜啊。那老板守着这个价格没有涨，也不是他不知道可以涨，他现在随便一涨，肯定还是。比如说涨到1块钱，还是有不少人会来的。但是呢，就因为他清楚啊，他涨了之后啊，那这些人可能就经济的负担可能就加倍了。对，就像这个老板不是还说吗？你看那边那个位置了，他已经在这5年了，他其实对这些人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了。对，所以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对住在这里面的人，其实对社会角度就说这些有点说可以说走投无路的人，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集点儿。然后还有人能够互相聊聊天，互相疏导一下心理。他们在这种落寞的时候，还有机会和人能够面对面的进行说话，而且面对面跟他说话的人也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人，也不会说谁瞧不起谁，是吧？所以他也不至于彻底断掉和社会和人的这种联系。他只要跟人还有接触，那就还有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但光靠网费根本撑不起这家店，作为经营者的他必须另寻他法。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就说实在不行就直播吧，然后就直播。最开头的1、2个月吧，直播间家就是10个人左右啊，自己也不会播，也很含蓄，也不知道说点什么。那是怎么火起来的？有一个人的视频，就是拍他在网吧里面躺着，然后就很多人进来问了过后就问他有没有网费啊，就开始打赏嘛。最开始是快手的大哥，还是打赏刷个礼物啊，刷礼物，然后你帮我送点东西过去啊给他。然后呢，他们就刷，我就送，有的是刷送，送了过后结账还有的剩啊，然后才加了那个黑板。简单来说，就是随着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有了很多网友的打赏，而不同的打赏对应着不同的物资送给这些网民。就这样，网吧转亏为盈，而老张的直播也开始变得游刃有余。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的吧，兄弟们，山西的有一个，黑龙江的有一个，贵州的有72个人啊。有没有饿的不行的？大哥请吃饭，饿的都来。00后来00后啊。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带有偏见，觉得这是在消费别人的苦难。还有人说他们在镜头前感谢大哥的样子没有尊严，而我更想知道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谢谢小咕噜大哥送的小快乐和吃的，然后祝小快乐大哥马年马到成功，然后万事如意，事事顺心。第一次收到这种投喂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我脸红啊。脸红。对，脸红，不好意思。然后后面就也还好了，因为大哥别人关心，对吧？然后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心里有感激，但是能不能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是关心过我的大哥，我都有记。都是关心过的大哥。人嘛，饿的时候你只想吃饭。很显然，面对这些真真切切的生存物资，他们更多的是打心底的感激。而对于直播间打赏的大哥，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恰好赶上了老板举办的答谢宴，采访到了一位榜一大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直播间给他们打赏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回望一下自己的曾经，看见现在很多网吧的兄弟们，就看见曾经的自己，是不是？就是给曾经的自己打赏的。对，可以这样去理解兄弟。从这位低调的大哥这，我能看得出来，他的打赏从不是为了调侃，更没有半分的不尊重。他跟我说，当初最落魄、最迷茫的时候，若遇到了这样一份小小的善意，是多么的珍贵。也许正是那些从泥潭中走出来的人，才更愿意伸手拉一把还被困在其中的人。好在这个老板现在做直播是吧？他能帮这些人，他不仅自己多一点收入，能够维持这个网吧的运营，
还让网络上的一些热心人有这么一个渠道途径，能帮助他们远程投喂，给他们一些吃的。其实就像榜一大哥一样，是吧？对，第一次觉得榜一大哥这个词儿不是那么低俗啊。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老板做的事儿有价值的话如果有闲暇，也可以去网上关注一下这个老板的直播也可以远程投喂一下这些落难的这些人们。这些人的故事应该不是说贵州遵义的一个个别现象，应该说它是这个时代里结构压力的一个缩影啊。就是说，一些人一旦跌出了这个轨道，那重新融入社会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社会现实。希望住在这里的人能慢慢缓过来，也希望这个网吧的老板能够在广大热心网友的支持之下，能够将这个网吧开得长长久久。好，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